韩国美妆2年营收暴涨 71%，TikTok 危机翻身术，教你抢下美国市占第一。嗨，我是电商 Tony 陈，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们会比较深入的去分析电商市场，来聊一下说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或未来可能的发展。然后我的预测蛮准的啦，那都是可以很值得参考的这样。那这期我们来讲韩国美妆已经攻下美国市场韩国美妆攻美国市场不是中国是韩国这是我们来讲韩国美妆是怎么攻略美国市场的。那会讲这个是因为有观众贴一个新闻给我，问我说怎么看那标题我念一下：一颗气垫粉饼打开美国市场 ，K Beauty 销售2年平均成长 71%， 布局实体通路迎战关税。那内容主要是讲韩国的美妆品牌现在在那个美国的电商平台快速的窜红，已经干掉德国，成为全球第3大的美妆出口国。然后它全年的出口总额已经达到130亿美元了，其中 80% 是来自电商通路那有一张图我是觉得蛮夸张的，就你看现在韩国已经是美国最大的美妆进口国了呢，夸张呢，干掉了法国。那这边补充一下给男性的观众朋友知道法国最有名的化妆品集团就是欧莱雅集团，那它底下的品牌你没用过，你也看你另一半用过了买过了，叫兰蔻，然后 Maybelline 美比林，然后维姿、理肤宝水，这些都听过嘛，都是专柜品牌的名称嘛。所以韩国能够把法国的化妆品品牌给干掉这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再来你要知道韩国美妆在美国的发展情况，那我们就先来讲说韩国的美妆在美国的市占率来，你看我框起来的地方，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截至2024年9月，韩国产品在美国进口化妆品市场的份额已经到 22%， 超过法国的 16.7%， 跟加拿大的 13.3%， 位居榜首。而2022年的时候，韩国产品还在第3而已。所以韩国的美妆的确是在这2年实现了飞跃性的成长。那韩国是怎么快速去吃掉美国市场的呢？靠亚马逊 Amazon 来，你看这个新闻看标题就好。爱茉莉太平洋集团包办亚马逊 Premier Day 销售前3名。这个爱茉莉太平洋集团名字很长这个女孩子一定知道她是谁？来，我们来看维基百科，它是总部设于韩国首尔龙山区韩国的化妆品集团。就你路边不是会看到一些Innisfree 吗？那也都是爱茉莉太平洋旗下的品牌那前3名在亚马逊霸榜前3名的品牌都是这个集团的。还没完你看这篇新闻我画红线的地方，2025年的 Q1 韩国美妆在美国市场能达到 53% 的年增率，然后他去年做美国 Amazon 的前3名，然后今年 Q1 的年增率还可以有 53% 呢。对啊，很夸张呢怪不得川普要大课关税，因为这个对他们国内的那个美妆品牌的竞争实在是很夸张啦。我会看先猜，他大概就是一上任以后在那边想说，拜登你在干嘛？怎么才过一个4年而已？然后这样子就大门通通打开，让其他的国家冲进来赚美金，而且还赚那么多所以才会祭出美国关税那么激烈的手段。那接着我们来讲说韩国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接下来来聊说韩国品牌是怎么做到横扫美国的。因为韩国的美妆品牌真的很多非常的多这跟韩国商人做生意的习惯有关系，这个我八卦的时候都在讲，我们先挑其中一个来分享就好那我们来讲这个叫提鲁提鲁，女孩子会知道TIR 提鲁提鲁那这个牌子台湾也有卖，它长这样。如果你是女观众的话，或是你男观众，然后你问你另一半提鲁提鲁这是什么牌子，他一定会知道应该都有看过，因为它最有名的是气垫粉饼这个品牌就是气垫粉饼，就是就将女生那边一直用的东西那这个品牌是知名的美妆网红提鲁提鲁的 CEO 中文叫李佑斌李永斌都能讲，李永斌那他所创立的，并且在2022年进攻美国市场。他们的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选择 Amazon 作为主要的销售平台，并且透过口碑行销来做宣传。很快的，他们就在2024年的4月成为第一个达成拿到 Amazon 粉底销售冠军的韩国美妆品牌，并且在2024年的6月，时间都很近就去年6月而已，就拿到 Amazon 美容全品类销售冠军所以提鲁提鲁现在在美国就是美妆级别的王者就对了。
并且他们在今年的8月还要布局美国的线下，会把 Tiru 铺到全美的 Ulta Beauty 门市这样。那个 Ulta Beauty 就很像是台湾的宝雅它长这样，就是会卖很多化妆品，可以进去里面一直挑。但是它不像宝雅还会卖一些日用品，它就是专门来卖那个美妆保养品化妆品、美发沙龙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Tiru 是怎么席卷美国的。先说结论，靠社群媒体的宣传，这更直接一点是靠 TikTok 怎么红的，也不是什么很厉害的行销操作，而是他们刚好把握了一次危机这个我简单讲一下，就是有一个 TikTok 网红叫 Miss Darcy 那他是一个黑人，那买了 Tiru 的粉饼，就上传到 TikTok 说他很震惊 Tiru 的粉底色居然会这么的浅，然后就引发了180万个网友按爱心。时间你记一下发生是在2024年的3月28号，都去年的事而已3月28号，这不是废话吗？ Tiru 是韩国美妆品牌呢，它一开始当然就是针对亚洲人的肤色来做设计我不是说针对黑人做开发的那亚洲女人，尤其她那个韩国的女人皮肤就已经在白了，那我当然是浅色对不对？所以那个黑人擦下去那个对比是强烈，那个黑人肤色差那么多你抹起来当然是你想要变白的话成效斐然就这样。但你也知道美国的肤色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所以这个其实就一不小心就变成品牌危机一弄不好就掰了。所以 Tiru 做了什么？他们就先留言给网红，跟他说等深色一出来会马上给他试用。就美国真的是很诡异啦，他想要白皙，可是美国的黑人来用了以后，他觉得太白，他觉得说这东西可能有歧视的风险，这样有深色的。不懂这次的公关危机都做得很好，就是说等深色一出来会马上寄给他试用，然后就真的出了深色，速度很快你看这张，他上片是什么时候？2024年的5月1号那 Tiru 就直接给这个网红11个测试的色号，然后让他试试看说哪一个颜色比较适合他这样。然后这次影片观看的次数多少？2300万，很夸张等于这个台湾的人口数了呢，大家都看过这样。然后2024年的9月的时候更加丧心病狂，他直接把粉饼搞到40种颜色可以让你选，你看拿一个盘子那边让他选，这样就引发了一系列的话题。而且 Tiru 也很聪明在2024年6月的时候弄了一个 Find Your Shade 的找到你的色号的 TikTok 活动就是用 TikTok 的 Branded Effect 功能，然后创造了互动滤镜，就这样你要戴一个什么写轮眼的隐形眼镜就是用特效去玩那他现在用在粉饼上，看这个色号效果到底好不好，你就自拍就可以了。那 Tiru 的粉底色号的滤镜这个就很好玩效果好不好？超级好，总共累积了 1.172 亿次观看这个是现象级的东西了，而且触发了超过 1.6 万只用户自己拍影片来参与也是因为这个活动才让他们在美国快速的打开知名度那其他的操作就比较常规嘛，就是11月的时候找到这个 Miss Darcy 来担任品牌大使，然后跟找一些千万等级的 KOL 帮忙宣传这样。最后你要知道，我们能复制 Tiru 的成功吗？那最后我们也来讨论一下，如果你想要做海外市场，那你有没有办法复制 Tiru 的成功模式？当然，如果我们现在是后见之明来看，就会觉得说不就运气好就蹭到一个机会点有处理好宣传有做起来，然后就整个就起来了，可以这样子解读。但我的看法是说，虽然这件事情确实是有运气的成分在，但是他们能够快速的化危机为转机就是一个快速调整的本事。例如说他一开始是被那个黑人网红靠背的那一般的做法是什么？发一个新闻稿，我们会再更努力，我们会推出未来更多的色号来符合您的需求更多人的需求，怎样又怎样的，然后装死不就过去了。好，那 Tiru 的做法是什么？他就去做了，他直接弄了11个测试色号，就寄给这个网红，看哪个比较符合他的肤色，就是黑人族群这样。结果你也看到了，上传影片观看数就直接喷到2300万。这个是你要砸广告费你去把一支影片砸到2300万次播放，你看你要砸多少广告费？天价。然后他们看到这个影片的效果很好，又在隔月推出了 TikTok 的互动滤镜，又创造了一波话题，并且在9月的时候直接上架40个色号的粉饼，超大一盘那就让自己成为 Amazon 上的销售冠军你要把这些事情都归咎成运气好吗？没有，这叫执行力很强，好不好？一次成功叫运气那一直成功就是实力了。我们能学到什么东西？来，第一个，认真面对危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Tiru 他没有随便发个新闻稿然后那边
就这边打混哦，就让这件事情过去。他们是直接邀请你，谁批评我，我就邀请你来做测试，来让坏事变成好事。第二个，产品的快速迭代。那个网红在拍片靠北的时间是2024年的3月28哦，然后3月28，那个本身4月初了，对不对？哦，然后他又在韩国，然后又是一个美国网红哦，还有时差，还有这个地理位置的距离的问题。3月28哦，然后5月1号，网红拿到11个测试样品。我跟你讲，这个在台湾的公司哦，还在送千层，你相不相信？就这样，然后开会啊，没有啊，那要等总经理，他现在出国，大概1个礼拜后会回来，还在跑千层。那么大的集团，它速度那么快，真的是很厉害。3月28，然后5月1号哦，就已经收到可以来拍片的试用品了，就这样啊。哦，那产品开发的速度真的是很快啊。那我相信这个绝对是有叫那个研发配合然后看怎么样插单，先插这个东西，先让他去试，因为我们这边有公关处理的需求之类的，不然也一般产品研发周期怎么会那么快？那第三个，利用社群做病毒行销。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创办人李永斌，念法是这样李永斌他自己就是美妆网红，所以他怎样？他对社群极其敏感啊！我会看先猜做滤镜这个事情应该就是创办人的想法去落地的。不然我们算一下时间，3月28出事，我们就算4月好了啊，滤镜6月就推出，哪那么快？2个月的时间把滤镜功能弄好，然后 TikTok 要审核通过给他们去用，这绝对是早就在做了，然后提出这个效率。那我也知道现在正在看影片的你不一定是老板但是你可以把这件事情记起来，对你一样或是一个可学习可参考的案例，因为每个公司都会有机会遇到延上。我们这个电商是做零售的嘛，换句话说1万张订单，你认为每一张订单都好好的，没有任何客诉的几率有多高？所以客诉这件事情你就把它想成一定会发生，一定会被延上就对了，延上是必然发生的。那你就把这一套逻辑拿出来跟你的老板讲，然后提早建立预案，就是还没被延上的时候你就要有预案罐头预案，慢慢开发。以后遇到了什么事情，员工态度不好那被人家po到脆po到 PTT po到爆料公司，你马上有一个完整的罐头可以来用就这样啊，不要让这个危机出现的时候全公司手忙脚乱，然后就被危机给绊倒了。这样，韩国这个品牌因为这个危机他把自己干到了美国最顶尖的通路最畅销的化妆品品牌排行，就这样我相信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参考各个案例，然后建立起这个延上罐头，然后化危机为转机的话那你在公司一定是明日之星，老板一定会对你高看一眼。因为真的发生延上的时候，你以为老板都那么厉害老板也是不知道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做比较 OK 吧。你看那么多延上事件然后那个老板创办人可能晚上心情郁闷，然后酒又喝了，然后就看自己的品牌的 FB， 然后看人家在那边骂，心情一不好，创办人老板自己就跟网友对骂了那就更难灭火。就这样那如果你的公司企业到时候遇到了一个危机，然后交给你处理，结果你把它危机处理成他妈的还是一个危机，处理不掉，那你要怎么办你就把104打开不然呢？讲八卦讲八卦，就是我有蛮多客户做的是韩国的美妆品牌，韩国的美妆商品的代理普遍有一个现象，那个坏的我们就不讲我们来讲说韩国商人值得我们学习的部分，就是我们电商行业不是有一种做法叫 A/B test 嘛，对不对就是积极的去测试。我跟你讲，韩国的 A/B test 超级猛，他们不是测网页而已他们是测产品所以韩国的美妆品牌美妆商品它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款式种类极其之丰富，可是很容易断货。很容易断货的意思是说你就卖一卖，你要往上追加这个东西因为他们的表现不太好，在整体看起来不太好，这个生产线就被砍掉了那你就叫不到货了就会有点可惜。这样，这个是那个跟韩国的品牌代理商你要注意一点的事情，很容易断货。可是它的优点是什么？它的款式品牌真的很漂亮就又可爱又漂亮。那个美妆他拿给我看他们公司有好几面墙，然后好几面墙的试用品，然后就只给我看说断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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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好，那非常好看，非常可爱，就是不是说精品而是可爱。因为那个就考量我们台湾的消费能力嘛，就不会去占那种法国的保养品那种品牌的等级，是可爱好看韩国美妆就这样。销售的话也不错在虾皮也都卖得动，就低客单价的环境也都卖得动。我个人是认为说台湾的化妆品公司美妆保养品公司商品开发的速度真的是
比不上韩国了所以韩国的美妆保养品的代理也是相当多人在操作，太容易断货了。跟如果你不小心就经营起来的话，很可能会迎来一件事情，就是不是说代理签给你而已，而是可能他们自己就会来压办公室，就这样就会变成你这个代理商变成他们测试的成本或代价之类的。这个是我比较常听到我客户在抱怨的事情。那不得不说，韩国人他明明就5000多万的人口，那可以撑起一个内需。内需的意思是说，其实他们靠国内自己的内部的流通消化，那个小日子就可以过得不错，就像日本一样日本人口1亿1亿2，那靠内需其实整个国家都运转了起来了。换句话说，就是你大学毕业，你出社会然后你就一直去做那个国内市场的生意就一路到退休都没什么问题，都不需要跟国外有公司打交道。这件事情是 work 了，因为他们人口数量有到。郭台铭先生讲的嘛，你要启动一个完整的内需，人口要6000万，那台湾没办法2300万我们势必要跟国外做生意。但韩国都已经5000多万，已经逼近6000万了的这个坎了他们明明可以靠内需，没有他们出海做生意是 DNA， 所以很猛啦。他们来进攻台湾的美妆市场他们去逆向去进攻到美国的 Amazon 的美妆保养品，这个是顶尖战场呢那一样可以拿下城池。这个部分真的是要佩服他们，就他们做生意真的很冲啦，就是韩国人的 DNA 就对了。反正出海做生意，从小到大就是被教育说要出海做生意所以他们出海做生意完全不会怕就跟我们台湾差很多，对不对？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的传产，还是关起门来做自己家的生意。我们明明就不是一个可以靠内需就运转得起来的国家可是还是在国际贸易上还是没有那么的落地啦。至少非常多的传产还是在做国内自己的内需行业，都觉得说做外贸高人一等那自己不会，其实没这种事情就大胆的往外走就对了。然后还有另一个东西你看这个整个局面看起来有点特别，就是说TIRU韩国的美妆品牌，然后它是在美国市场用中国的 app 红的现在就这样现在就是这样就 TikTok 嘛，然后TIRU嘛然后在美国消费市场这样子爆红，夸张。这个也是我一直呼吁我们台湾的电商从业人员，台湾的电商品牌商不用怕，就往外走，那没关系。这个北美的消费市场就没有大家想象的如此高不可攀就把它卖过去。我讲我的看法那就是说，你以为你就可以这么顺利的去赚到欧美白人的钱欧美白人的美金或欧元也还好那初期你要瞄准哪里更容易落地你就瞄准华人，那边不是有华人吗？很多华人，对那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态势而且美国是有独立战的土壤的不是说美国你一定要像中国一样，你只能去淘宝、天猫、京东但美国虽然有这个 Amazon， 不过他们有 50% 的成交还是发生在独立站上。独立站就是像这个，像 Cyberbiz 这样自己加一个品牌购物官网，然后有新品有什么活动都在这上面讲，然后在这上面刷卡成交，这样它有独立站的土壤。所以你可以加一个海外的独立站，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讲，可以做到说奇怪，你这不是美国的站吗？对怎么说繁体中文没有，我先做那边华人的生意我只是金流物流用美国的，行不行？可以，这东西做搞得定。我讲一个东西就是消费者跟市场这是一个矩阵表，不过很简单，有跟我开过会的客户，开跨境的会议的客户应该都听我讲过这个，就是在人，在台湾的台湾人在台美人在台湾的美国人跟在美台人在美国的台湾人或华人跟在美人在美国的美国人。 OK， 我们在台湾去做这个电商的品牌购物官我们服务谁？我们服务了其实只是那1/4而已，叫做在台人，对吧？顶多我知道有些客户会做外劳的生意，外劳印尼文或是什么的。 OK， 好，这里的差别是什么？这里的差别是说，你在台人就是繁体中文嘛，然后再加台湾的金流物流嘛，因为你要超商取货，你要那个宅配。那如果你是做在台美人的生意的话，会是怎么样还是要接台湾的金流跟物流，可是你会变成英文的。那个印尼他们读英文也 OK， 越南他们读英文也 OK 或是你要直接特化去做东南亚市场的生意也可以可是金流物流是不是还是台湾的？对因为他跟你下单他一样要去超商取货都一样。然后再来是在美台人，在美台人会变成什么情况？你的网页是繁体中文或简体中文没关系，可是你的金流物流要是美国的，
那在美美人这是最高等级的战场，就是让欧美的白人让购物无碍顺畅，包含你的客服好，那以上这4个里头，你何苦你要直接去挑战这个在美美人顶级战场？你可以先从在美华人这个市场慢慢做起来。对啊，所以一个市场没有那么浅，就是你去看，你会挖掘出很多那种，我这个要怎么说明？一个小基地、小阵地这样，然后你可以就用你有限的资源也没关系，你不要直接去单挑魔王嘛，你去打下一个小阵地，就能够很快的看到成果了。真的，现在国际贸易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复杂那看看，往外走，大胆的往外走那这个才是我们台湾海岛的精神。参考看看，我要推荐你一堂，就是怎么做品牌代理的线上课程Alan 哥的从零售电商到品牌代理，打造低风险创业，建立商业护城河。名字有点长不过就是做品牌代理的。我先讲一下那个 Alan 哥是谁你应该看过他，你都会看到我这个频道了，你应该会看到他，应该早就看过他了，甚至你就是他的铁粉这样。在 YouTube 上叫 Manscan 玩物质本人65万订阅，商业频道你给他做到65万订阅，这很夸张了呢那他除了是我们 YouTube 上的前辈以外，也是电商界的大前辈，真的他品牌代理商的经历他已经做快20年了，然后他的等级已经不是什么某某电商讲师的这种，而是电商界的老师傅、老塞或是业师的这种等级。如果我刚进电商的时候就有这堂课可以看，少走很多弯路，我跟你讲。所以我非常的推荐 Alan 哥在 Price Play 开的这堂课。Alan 哥会跟你分享他20年来的实战经验然后就是进货来卖升级到品牌代理怎么谈，通路怎么铺让你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上。你问我说这堂课的含金量高不高？我只能说我就刷卡了嘛。而且前面分享的品牌代理实战技法也是 Alan 哥私下教我的干货真的是非常的专业代理这件事情，想知道这堂课有多重要吗？来，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你今天去淘宝或是1688，或是拼多多选品想说这就是我独到的眼光挖到宝安诺图安诺那你信不信？你今天卖的不错，明天就会有人跟进，就这样然后就要斗价钱。但如果你跟 Alan 哥一样飞去海外挑产品，竞争会少非常的多就会少基本上你很难再遇到一堆人涌进来跟你用同个品牌的商品都可以拼价格这种鸟事。品牌代理这件事情本身就有门槛，要是没有门槛的话，对不对？那早就也被玩烂了。然后品牌代理你看直到现在，我看起来这堂课是市面上非常稀有的，专门在讲这个品牌代理这件事情其实它商业模式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只是就没有人把它浮到水面上去讲。那你对这堂课也有兴趣 ，Alan 哥也给我们频道的观众一个专属的优惠码你只要输入 TONY500就大写就 Tony 500，就我嘛电商 Tony 城嘛，就可以再折500块给你。课程的连结已经放在资讯栏你就把它点开来看看。你不买课，你要知道说品牌代理我们电商从业人员嘛，品牌代理大概是什么样子，你去看一下它课的结构目录长什么样，就这样那我非常的推荐这一门课程，去买就对了，为自己的生意上个保险，开拓自己的眼界。